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9个女仔一只鬼》。佳佳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她不爱学习，但喜欢篮球。在和学校的死对头打了一架后，佳佳借此向老爸哭惨要了一辆新车。当她看到新车出现在院子里时，忍不住兴奋地爬到车上大喊。有了新车后，佳佳很开心，但奇怪的是，只要开这辆车，她就会被带到陌生的海边。在海边有一块石碑，她听好友神婆说，这块石碑表示这里曾有人因交通事故丧命。佳佳觉得很邪门，所以再次出门时，她没有开那辆车。路上她遇到几个小流氓抢劫，这时那辆车冲过来帮她赶跑了小流氓。佳佳发现车内没有人，她壮着胆子问有没有人在，车喇叭响了2声回应了她。在一束刺眼的白光后，佳佳看到 Marco 出现在车旁。他摸了摸 Marco 的脸，发现他真实存在，但 Marco 却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，并且没有了生前的记忆。佳佳把 Marco 带回家，哥哥竟然也可以看见他。Marco 告诉佳佳，因为他哥哥摸过车喇叭，所以可以看见他。佳佳发现 Marco 拥有超能力，他不仅看穿父亲说要去见客户，实则去会小三的谎话，还瞬间移动救下要摔倒的哥哥。佳佳觉得 Marco 能帮他在球场上扬眉吐气，他请 Marco 帮他打赢篮球赛，同时许诺会帮 Marco 找回记忆。Marco 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但他却发现佳佳在学校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太妹。他不仅让别人帮忙写作业，还在考场上让 Marco 帮他作弊。Marco 对佳佳的行为表示不满，但佳佳却没有悔过的意思。即使这样， Marco 还是履行承诺，在佳佳找他帮忙时，亲吻他的额头，附身到佳佳身上。在 Marco 的帮助下，佳佳的队伍毫无悬念地胜出了。队友对佳佳的表现感到十分奇怪，他们让佳佳说出实情，佳佳知道隐瞒不住，在让他们发誓不能说出去后，佳佳告诉他们有一只鬼在帮自己，但他的话没有人相信，直到所有人挤进车里按响喇叭，看到车窗外的 Marco， 他们才终于相信了佳佳的话。神婆告诉他们，鬼是一种残余的能量，如果经常附到别人身上会很快消耗完，而且如果 Marco 找回了记忆，他便可以转世投胎了。Marco 和佳佳虽然相识不久，但提到终会离别，他们看向对方时都流露出了一丝不舍。哥哥从交通部查到了 Marco 的信息，佳佳因此知道了 Marco 生前是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，他对 Marco 英年早逝感到十分可惜。佳佳带 Marco 到他生前工作的地方，看到熟悉的环境， Marco 恢复了记忆。他告诉佳佳，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，母亲四处向亲戚借钱，久而久之，亲戚们把他们当瘟神。他恨父亲没出息，让他遭人唾弃，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。因此，他拼命学习，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企业高管。但一个从未被世界爱过的人，自然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。Marco 渐渐变成了一个孤傲刻薄的人，他对同事苛刻，对父母漠不关心，以至于死后连一个到目前悼念他的人都没有。众叛亲离也不过如此。Marco 觉得自己死有余辜，但他却因为害同事在车祸中失明而感到自责。佳佳心疼 Marco 的遭遇，生活在富裕家庭的他无法体会 Marco 的无奈，但他开始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他告诉 Marco， 他不再是一个人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是朋友了。佳佳和朋友们要和死对头在比赛中决一死战。Marco 亲吻佳佳额头，附身到她身上，帮他们顺利赢下了第1局。但医院却突然打来电话，告知他们 Marco 的同事将要手术。他的同事患有先天性心漏症，如果使用麻醉药物，心脏随时有可能负荷不了，停止跳动。Marco 唯一能做的就是附身到同事身上，帮他渡过难关。佳佳没有阻拦，但他知道这次附身的风险很高，他请 Marco 答应他一定要回来。没有了 Marco 的帮助，他们在比赛中接连失利，大家都希望 Marco 能赶快回来。佳佳十分担心 Marco， 他根本无心参赛。就在他要上场时， Marco 回来了。他牵起佳佳的手，带领她跑过了终点。但因为同事的手术， Marco 消耗了太多体力，他无法继续帮助他们，所以鼓励他们靠自己去赢得比赛。一直以来，佳佳只要遇到挫折便会逃避，
但现在他选择相信自己，也相信马口。最终在佳佳的带领下，他们第一次堂堂正正战胜了对手。当他们拿着奖杯找到马口时，却发现他虚弱地缩在墙角。佳佳知道马口要离开了，也知道他们不可能有结果，但他想亲口告诉马口自己有多喜欢他。他在海边跟马口告白，马口鼓励他珍惜现在，好好活下去。马口原本要走了，可是在离开前，他突然叫住了佳佳。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喺屋企見到架車嘅時候，你講咩啊？I love you。马口带着对世界的眷恋离开了，他学会了如何爱人，也终于得到了爱。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，帮你挡住所有外来之物的人。要记得黑暗中默默抱紧你，逗你笑，陪你哭过的人。要记得总是以你为重，说会想念你的人。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，也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，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